这就是当年害死岳飞的人秦桧。秦桧啊，秦桧，你说你为什么要害死岳飞？这下好了吧，在岳飞墓前跪了800多年了，也遭尽世人唾骂了800多年。竟然现在还有人在说秦桧很大程度上也算是一个好人，因为在南宋危机的时候，总要有一个讲和的牺牲者，而你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。说你秦桧啊，用了被世人唾骂一世的罪名，换取当时南宋短暂的和平，避免平民百姓遭受生灵涂炭之灾。还说秦桧的这种救国跟岳飞啊抗敌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而已。呸！说这些话的人真的是太有意思了。听听阿波跟你讲一讲岳飞的故事，你就知道了。公元1127年，金军攻破了北宋的都城开封，掳走了皇帝、嫔妃、大臣好几千人。这个时候，宋徽宗的第9子赵构因为没有在蝗虫之中，所以他幸免于难。金人这个时候一看呀，还有一位皇子是漏网之鱼，于是就派兵去追。当时带头的叫金兀术，赵构呢就一路的逃，金人就一路的追，从白天追到黑夜，从陆地追到了海上。因为金人呢不胜水战，所以就退了军。这个时候啊，金军就遭遇到了人生当中最大的敌人岳飞。岳飞字鹏举，是河南汤阴人。不得不说，汤阴这个地方呀出名人，文圣周文王还有一圣扁鹊都是生于河南汤阴，岳飞也是如此。岳飞小时候就同父亲读书写字，同母亲施粥救人。他特别喜爱兵书，经常去读《孙子兵法》，并且天生神力。据说年少的时候就可以拉开300斤的弓。后来母亲为他找到了一位武艺非常精湛的枪手，于是就向他拜师学艺。岳飞武艺精进，全线无敌。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能够打遍汤阴全线无敌手。这个时候，靖康之耻，北宋灭国，岳飞的母亲呢，就在他的背上刺下了4个字：尽忠报国，并且目光坚毅地对岳飞说：“你且从容去投军报国。”然而，宋高宗赵构一路逃难，奸臣秦桧却提出了南人归南，北人归北，南北分治。岳飞越职上书，希望可以北伐，却因迎回2圣4个字触动了逆鳞。你想想看，宋高宗怎么可能同意自己当了皇帝之后，还让岳飞去迎回2圣呢？所以他罢免了岳飞的官职。这个之后，岳飞依然不甘心，他再次投军。当2次投军的岳飞遇到了当时的宗泽将军的赏识的时候，当他们所有准备都已经即将完备要北伐的时候，宗泽将军却去世了。岳飞北伐的梦想再次落空，只能够四处去镇压流寇，收留难民。他们很快就组建了一支军纪严明的岳家军。在1134年的时候，金军带着10万大军再次南下，宋高宗实在没有办法，就只能够下令北伐。而这个时候，岳飞终于找到了机会，登上了属于他的历史舞台，奉命北伐，并且岳飞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收复了大片的国土。公元1140年的时候，岳飞进行了第4次北伐，这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战，也是整个岳家军名垂青史的一仗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岳飞带领的岳家军一路北伐，金军被打得一路败退。当金兀术得知岳飞在河南淹城之后，他决定要带着最精锐的部队进行一次斩首行动。就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之下，岳飞以兵力上的绝对劣势，而金军以平原这种骁勇善战的优势，两军发生了一次大决战。岳飞这个时候不顾部下的反对，身先士卒，杀兵斩将，他的每一位岳家军都被他带的是热血沸腾，并且岳飞的长子岳云也冲在了第一线，身上虽然受伤100余处，但是整个作战当中没有一位岳家军退后一步。后来的金军大败，逃到了当时的朱仙镇。在朱仙镇的时候，金兀术感叹道：“汉山易，汉岳家军难。”再后来，岳家大军6面围攻汴梁，把金人逼到了绝境。这个时候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，
岳飞也是格外的亢奋，格外的努力，格外的迫切，格外的勇猛。他认为这一次一定可以北伐成功。然而惊人的铁骑显然已经不能够阻挡岳家军前进的步伐了。但是昏庸的高宗赵构出于私心，与奸臣秦桧进行合谋，在1天的时间连续下了12道金牌，命令岳飞班师回朝。岳飞纵使有100万个不同意，但是朝廷之命不可违也，他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够感叹10年之功毁于一旦。然后他独上高楼，遥望故国山河，就慷慨激昂地写下了这首词《满江红》：怒发冲冠凭栏处，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30功名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。空悲切，尽康耻，犹未雪。曾只恨何时灭？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这首词的横空出世，压倒了两宋期间萎靡艳丽的词风，叫做一词压两宋。后来岳飞就回到了朝廷之中，被冠以谋反之罪下了狱。当岳飞身上已经被打烂的时候，衣服被打烂的时候，再次露出了4个字：尽忠报国。就连审理岳飞的人看到这4个字的时候，都流出了眼泪。你说这案子还怎么审呢？当时名将韩世忠就找到了秦桧去理论，岳飞到底何罪之有啊？这个时候，秦桧却说道：莫须有。也就是说，可以有，也可以没有。1442年，被秦桧陷害之下，岳飞和他的孩子岳云就被斩首了。临终之前，岳飞回顾一路走来，虎豹不足惧，人心却可畏；敌军不足惧，坚硬却可畏。最终，他留下了8个字：天日昭昭，天日昭昭，含恨而去。再过几十年，宋孝宗继位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岳飞平反，历史为他昭雪。我们不得不学习岳飞这种热爱祖国、热爱民族的精神。其实每一个生活在祖国大地的人，都应该内心当中像岳飞一样，有着一份执着的信仰。这份信仰是历史不可磨灭的信仰。岳飞他就是如此，他孝敬父母，热爱祖国，关心百姓。在他行军打仗的时候，依然是动使不拆屋，恶使不掳掠。他一身正气，清正廉洁。当别人在问他如何能够天下太平的时候，岳飞就回答道：文官不爱钱，武将不惜死。